1994年呢，中国贵阳市的白云区都西林场就发生了一起空中怪车事件。仅用了短短数分钟呢，都西马家塘林区400余亩的松林呢就被一片一片的拦腰折断，而形成了一条3公里长、150米到300米宽的条形地带。距离都西林场5公里处的贵阳车辆厂呢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坏，工厂顶棚的玻璃纤维呢被抽去，砖墙被拆，钢筋被切断，50吨的列车呢被移动了20米。相信住在贵州的人呢都听说过空中怪车的事件。那么这辆空中怪车究竟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够在一瞬间将一整座森林和一列车厢夷为平地呢？让我们进入空中怪车事件。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在1994年的12月1日凌晨贵州的都西林场的工人小陈正值夜班，突然呢被一只暴躁的狗叫声而吵醒。他招呼了一声工友小兰呢，在林场里就转一圈，确定没有什么异常之后才掉头回去。突然之间一场黄豆大的冰雹从天而降，打得地上的落叶沙沙作响，而四周的屋顶呢也是玉珠落盘的声音。两个人看着越来越糟糕的天气就连忙跑回了自己的宿舍，一边喝茶呢一边闲聊。就在他们要上床的时候呢，远处就传来了一阵像是火车正在行驶的巨大的声音，由远及近。而2道强烈的黄光和红光顿时就照亮了整个房间。这突然的变化让他们有些心惊胆战，于是呢就打算出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诡异的是，当时这扇门竟然没有办法从内部打开，仿佛有一种巨大的拉扯之力在挡着这个门。无论他们两个如何用力都没办法将这个门打开。直到2道强光消失之后，这2个人才推开了房门。但是他们出去之后又是一片漆黑，也没有找到什么就只能重新又回到床上睡觉。其实那一天晚上并不只是他们2个人发现了异常。小东呢，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熬夜的人，他也看到了刺眼的光芒，他也听到了列车的轰鸣声，但他们的房门却怎么也都打不开。这一晚呢，不管是醒着的还是睡觉中被吵醒的，都在这个惶恐之中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日呢，林场的外面的情景就让他们所有人目瞪口呆了。因为400多亩的林地有3处呢被严重的毁坏，所有的树木呢都被砍成了2半，只剩下1米多高的白色树桩了，占据了林场9%的面积。但那厚厚的一层落叶却依旧安然无恙，甚至连林场边缘的简易工棚呢都没事儿。但当他们看到支撑着工厂的钢筋断裂的时候屋顶上的石棉瓦片呢被吹得4分5裂，杂物间的水泥地出现了一些诡异的爪痕呢，70吨的卡车呢被拖着离开了20多米。在这个神秘的故事里呢，所有的目击者呢都听到了火车的轰鸣声，这也就是为什么称之为空中怪车的原因。因为事后各方专家呢纷纷都前往调查，对此次事件而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人们不由自主的就探究起了这事件背后的原因。在这样一个奇怪的晚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而造成了都西林场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损失呢？那一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关于这次事故的起因呢，专家的分歧意见很大。所有人都知道飓风是一种毁灭性的自然现象，凡是经过的地方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呢被卷入，然后呢抛到空中，房子被掀翻，车子被吹飞，大树被吹飞。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呢，专家就推断这的确是飓风造成的。断裂的树木被扭曲成一团，看起来像是一股强大的旋风。由于龙卷风的出现经常会有闪电嘛，所以目击者们能够看到一道道刺眼的光芒。但由于狂风的缘故呢，他们的门呢就被封住了，所以无法从里面打开。但是呢，龙卷风的观点无法解释有些现象。第一呢，就是林地上的落叶没有被吹走。如果这是一个漏斗型的龙卷风其中心风力非常强大，有时候甚至达到了12级。那为什么它没有将地面的落叶吸走呢？第二点就是现场的树木被折断不是连续的，没有任何的规律可言，就像是故意被人毁坏了一样。而400多公顷的森林被毁呢，有3个区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且还被一片完好的树木给隔开了，所以这不符合龙卷风的特点。而第3点呢，就是在平原或者是大面积的水域中才会形成龙卷风嘛。在这个都西林场位于山区不可能形成龙卷风更别说这个贵州近100年来没有出现过龙卷风。第4点是因为龙卷风是贴着地面前进的，不可能是齐刷刷的将树木从1米的位置来折断而另一派的专家呢，就是相信是由不明飞行物而引起的。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树木折断，他们认为是有一艘巨型的 UFO 呢在空中旋转，而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旋风，将周围的树木给吹倒。因为这一天晚上天气很糟，不仅是闪电呢，还夹杂着冰雹。
让不明飞行物体呢受到了影响，以跳跃的方式就前进，造成了一片狼藉。那么在经过工厂的时候，不仅断裂了钢管呢，还掀翻了屋顶，将数十吨的卡车也推开了20米。与此同时，那些不明飞行物发出的轰鸣声呢，就像是一列飞驰的列车嘛。因为 UFO 前进时所形成了强烈的旋风，所以在外力的作用下呢，林场员工的房门被封死，无法打开。尽管这两种说法的专家都各抒己见，争论了20多年，但却一直都没有有力的证据和依据嘛。所以贵州空中怪车呢，就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但是在10多年之后呢，空中怪车的事件发生地留下了相当多的后遗症。比如说遗址部分的地区就发生了变异现象，出现了强磁场，树木严重滞长，同龄的这个松树已经长到了10多米，而这一区域的松树却仅长了1米。那么贵阳空中怪车事件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真的有不明飞行物出现在这个区域吗？贵阳的 UFO 研究协会呢，对空中怪车事件做了一份采访目击记录。在1995年的1月呢，贵州 UFO 协会的胡其国呢就到林场考察，他就采访了铁道部贵阳车辆厂的部分目击者。一个叫李秀琴的说早上3点25呢，我就听见火车开来的巨响，并且有大风和强红光，吓得我用被子蒙住了头。那么早上起床以后，就看到了6栋和7栋之间的草地上10公分的小树被折断，抛到了1米多远的另一棵树上缠绕，而7栋旁边的草地呢，像是被水洗过一样往一边倒，草地上的草圈内的草像被烧焦了一样，而有些衣物呢也吹到了几里外的中坡上。当时的风很大，他说我关起窗感觉风往外拉人，有下雨和打雷的感觉，看见了一团火从北向南一闪而过。在车辆厂宿舍区呢，胡其国就去了李秀琴房后窗外这个草地，而找到了约2米直径的草被烧焦的这个 UFO 着陆的圆形痕迹。旁边楼的草地呢，像是被水洗过一样往一边倒，草地上的圆圈内的草呢，像被烧焦了一样。从现场的情况和目击者描述以及土壤被压来分析呢， UFO 在宿舍区域做机动拐弯飞行并留下了草被烧焦的圆形痕迹，是在离地很近的上空停留才能至于草被烧焦。但是 UFO 并未着陆。货车车间的小梁呢，他就说火球像是在地下滚。3点多钟，我听到了风吹沙石打窗户我去关窗，看见了一个像太阳一样大的光球呢，从天上飞快地飞过，光球的颜色鲜红整个天空都红了。过几分钟，天空的星星就出来了，我以为是地震狂风持续了10多分钟，窗户被狂风打开室内无风，那巨大的响声就像火车，当时我被吓懵了。后来听见民工房的衣服和水瓶都被卷跑。小刘说呢，我听见飓风就去关窗户，感觉风有吸力，窗户带电，还手会麻。看见天空有一个比足球大得多的红色的带蓝色的火球从11号房转弯过来，窗户开的没有事，关的全都坏了。早上发觉呢，天空蓝的不正常，又看见一团红色的光球滚动着，高速从10米高的天空飞过，时间呢约有5秒钟，光球直径大概250到300毫米，有一个7到80公分的尾巴。接着呢就停电了，后来就是变压器坏了。奇怪的是，窗户关上了，插销未动但是里扇呢窗却被风吹开了，而且窗边呢并没有损坏，玻璃被打碎了。当时天空晴朗有星星，狂风过去后十分平静，附近的房子和石棉瓦都被掀走了，宿舍区域还有许多人目击，因为都在上班还尚待收集。顺红饭店的老板呢，3点15分到18分，他说我就听见大风吹石头就打在玻璃上，我就起来关窗，从窗户就看到天空有一个金黄色的光球从901方向就飞来，长约1米，椭圆形，光球中间是绿色的，夹杂着十分美丽的七彩光，有光环，逆时针滚动飞行，光环后面有雾气，光球飞行的高度约有20米，速度很快，时间呢只有2秒钟就飞过去了。地上的沙子被风卷起来跑，所以狂风把我吹到桌子上就昏了过去。醒来呢，房子的屋顶就被吹跑了，破碎的玻璃洒了我一身，但我没有受伤。我们3个小姑娘吓得抱成一团发抖。后来发觉电子钟坏了。而宿舍第3区域生活的小李呢，他说我也听见了风沙打窗户，看见窗外闪光闪了2下，然后就开始听见刮风特别的大的那种轰隆声，好像拖拉机开到家里来的。接着就停电了，门和窗帘呢全部被风拉开了。他说我坐在床上就看见一个篮球大小的火球呢在地上滚，听见了隆隆声。他说第2天我去检修这个变压器呢，变压器是好的，下午5点才通电。材料库的小刘他说办公室的门锁锁耳被风拉脱了。早上发现呢，外面的水泥地上有一圈圆形的焦黑的痕迹，直径是60公分。后来我们用拖把就给擦掉了。擦掉之后呢，可以清晰的看见地上有5个半弧形的印记，直径20公分，其间呢还有12个小印记，印记平整而光滑。我们隔着玻璃拍照，目视印记呢十分清晰。
而车辆厂宣传部的小胡呢，展示照片上显示就是2个 UFO 着陆的痕迹在水泥地上悬出的半弧形痕迹十分清晰，边上有烧焦的痕迹。小胡就介绍说，照片上的2个痕迹距离2到3米，应该是一对缠绕飞行的 UFO 着陆的有力证据。从贵阳空中怪车的事件的地理地形特征光学特征、声学特征和运动特征呢，尤其是这个事件的力学特征和灾害分布的明显的选择性的特征分析呢，这个奇怪的飞行器可能是不明飞行物，它有人类飞行器所不具备的反地球引力的一种奇异特性，容易在低空以不高速度飞行。人类多数的飞行器呢，在每秒20米以内呢，低速飞行就会坠机，而直升机呢向下气流很强，所以地面的落叶应该会被吹散。而且经过调查呢，当天晚上这一带没有任何的民航军用的气象飞行物经过。胡其国就说呢，空中怪车的声源应该都是树木倒下的声音，因为不明飞行物本身应该是无声的呀。都西林场的400亩的大树在很短的时间3到10分钟之内都被折断了。根据目击者所看见的 UFO 光球和大风持续的时间以及声响持续的推断呢，应该是松树自1.5到2米的高度折断，树木折断的声音，倒地的声音就是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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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连续的声响嘛。所以数万亩粗大的松树呢，连续向西倒而发出的声响，就与火车开车的声音比较相似了，但比火车的声音更为巨大。第二点，他说这个折断的400亩松树的这个力呢是光源。扎佐林场的小王他说，看见林场1000亩高约15到20米平均树径30到50厘米的华山松和马尾松呢，在约高2米处呢，向东北方就开始折断。它不是风刮的，折断树的呢是一种光源。他说，我当时在阳台上看到一道白光在树林中离林场约有2-3米，速度很快，光很亮，光来树就倒，树不是风刮倒的，是光推倒的。而当时空军还关注了汽车厂的这个钢管被切断嘛。杜拉营车辆厂宣传部这个小胡就透露说，杜拉营车辆厂厂房10厘米的这个钢管被水平切断之后引起多方的关注。当时空军还派人来跟他要过这个被切断的钢管。在1995年的2月呢，贵州 UFO 协会胡其国和吴汝霖呢就前往了杜拉营贵阳车辆厂采访于永波。由于空中怪车事件之后呢，于永波等人就遭到了意外就在都西林场空中怪车案的第2日呢，一名车辆厂的员工就发现公司大门的链环被拉开了。早晨呢，在水泥地上出现了一圈直径60公分左右的黑色烧焦的痕迹。清理之后呢，仍然能看到5个半圆的黑色印记，中间有凹痕。没多久呢，于永波就在这个黑色印记的圈子里站了20分钟。当他的手机响起的时候他的手表已经晚了20分钟。于永波说，我的手表走得很好，可能是那个黑色印记的原因。于是呢，他就把自己的手表又放到那个黑色的印记上4分钟，他就发现速度比平时又慢了4分钟。然后他就将手表放到黑色印记的旁边，又检查了一下，就发现手表就没有慢了。于是胡其国呢就进入了那个黑色印记的地点，在那里逗留了2分钟，然后在5点25呢就准备坐上返回的火车了。开车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这个手表上的时间居然比原来慢了15分钟。他估计呢是因为当时 UFO 着落时留下的一个痕迹，而胡其国就认为这种情况就是 UFO 的一个重要佐证。胡其国说，根据多年的经验，可以很容易的发现飞碟经过时候就会产生强烈的磁场，使手表速度减慢、静止、罗盘失效等等。不过这种情况在当时也属于绝密档案了。贵州 UFO 协会的胡其国呢，是于1995年年初他说他曾经请中国 UFO 协会的专家到贵阳对空中怪车事件进行调查。他们从现场的各种迹象推测来看呢，空中怪车是一种不明飞行物。因为当时有人不赞成这个观点呢，所以当天晚上专家就在杜拉营的旅馆里开了一个会，一直到凌晨2点多呢，大家都精疲力尽的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准备去睡觉。当他们醒来的时候，执勤的人员和旅馆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了大家一个消息，说前一天夜里呢，有一架不明飞行物就从这个旅馆上空飞过了。当场呢，所有人都看见了，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物体，从工厂的正门到后门呢，足有几百米长，3米多宽，通体呢散发着绿色的光芒，在车辆厂的上空缓慢飞过的。当晚有多名执勤人员亲眼看见。专家呢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即呢立刻对这件事情进行现场调查，并将其记录在了中国 UFO 的 X 档案当中。对于这件事情呢，各个学科的专家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纷纷从本专业的角度做出解释。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最终呢，贵州省呢公布了都西林灾情呢是局部强对流天气而造成的。所以贵州省气象局风灾说就提出了2种不同的理论基础，他们就认为要么就是龙卷风，要么就是夏季暴流。
因为目前我们还无法证实 UFO 的存在嘛，所以只能呢接受天灾这个答案了。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底下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和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